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摩尔牌不齐。今天我们分享一下最近一款比较热门的古代日甲产品，还是 GPT 和 POP 联合出品的这一款叫做士大将镰仓大铠。这个产品在年前是以一个现货的形式去发售，当时没有买到，后来呢，身边朋友正好买到一个，索性我就拿过来拆一下。抢的还是拿的？学习学习啊，体验一下镰仓大铠是个什么样的风格。包装呢，风格也和之前青女比较相似，用的是这种古朴古典的颜色，看着这个旧旧的感觉啊，就纸味儿很浓，古色古香吧。这个包装这边呢，还有一个像是恶龙一样的水墨的效果，这两端呢和之前讲过那个牙犬一样，还有一个封贴。前面也是磁吸的结构，打开之后可以充当一个屏风，里面有各色的武士啊，好像什么文物展览的手册。简单的给它梳理了一下啊，刚拿出来之后，像这些流苏啊还是比较凌乱的。第一个感觉呢，拿在手里其实是比较扎实，像这种金属和绳线的编织结构，其实更加紧密了一些。我觉得这个配色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很像我后面这个窗帘，米色加棕色，加上很醒目的一个橙色的搭配，比较舒心的。我喜欢这个颜色，比较跳脱的这个橙色作为流苏垂下来还是很好看的啊。尤其它后面这个部分，如果好好去打理一下，让它垂感更加自然的话，观感上会非常好的。浑身上下这种布艺的感觉，有一些旧物的，对，是一种使用过的痕迹，看起来真实感还是非常强的。这个包边的布艺的花纹，上面也是有种磨损的旧化的那种感觉的啊，蛮喜欢这个配色加上它的质感的。除去和绳线编织的这些金属以外，像龙首这边呢，也用了大面积的金属铁环，和之前的牙犬那款产品一样，还是很细密、很紧致的，都是一个一个串联在一起，非常的工整好看。另一侧呢是完全一个袖子裸露出来的啊，应该是为了方便拉弓射箭，这只手做弯曲时候用的。你看我还做了一点功课，胸口这里也在甲的基础上有附上一个花布，他怕这个弓弦可能在拉出去的时候去勾到这个甲上面，应该是遇到过什么问题才，我理解应该对的啊。哎呀，卡住了，然后而且也没有因为胸口这一块布去牺牲到下面的一些结构，不是样子货。对，在这个基础上另做了一块布附在上面，比较还原。对，比较还原，我觉得比较还原。我之前以为这个包边可能这个钉子是一个装饰品，实际拿到之后看到里面真的是穿过去钉上的。腿部呢也用了一个金属的材质啊，像是磨损掉漆的旧化的涂装效果。前端呢也能看到各有4个金色的类似于折页的一个设计。脚部的这个袜子颜色是很像以前棉袄的那个花布，搭配这一身还挺醒目的。如果用一个纯色的话，可能显得少了一点花哨啊。现在脚小小的。还有值得一提的呢是手部，它是一个可动的手指的啊，哎呀，这还能可动呢？对，但是你要掰的时候还是，哎呀，你轻点掰吧。对，要慢慢往起掰一下。里头手指掉了。不，它是一个橡胶的，然后用这个手套做一包裹啊。感觉这种可动手的握持力度还是比较强的，拿武器的时候就不需要去做频繁的替换了。然后手套的造型呢，质感也不错，也避免了露出里面手的穿帮。我接触的还是比较少啊，但可能古代的这个兵人目前有一些产品还是在用。头雕部分呢，可以用愁容满面来形容，很标准的，有点日本人的那种长相啊，嘴巴像一个八字，不是很高兴，很严肃，但是比我印象中好像偏年轻一些。之前看他戴着头盔的时候，总感觉他会更老气一点。主要是头发黑，头发很黑，对，看着就很年轻。是一个胶发结构啊，这个倒无伤大雅，但是合模线稍微有一点重，这里可以再做点改进。发髻呢是完全磁吸的结构啊，直接就可以拔下来。后端呢打开之后，露出里面的拨杆啊，自由的调节它的可动眼，多露出一点白眼仁，好像杀气更重一些。
可动眼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啊，这点不错。配件上首先一枚这叫面具或者是护额吧，也是金属的，做的比较薄，表面呢也做了一个光亮的金属效果，边缘处是有一些类似于脏污和旧化的涂装，效果还不错。翻过来呢，里面做了一个朱红色，万磁王第一代有点像万磁王，对。然后是兜的部分，首先插上这个金属的前立。这两个还是比较薄的啊，插的时候注意一点，整个这个兜的质感和整体的甲胄保持了一致的水平，尤其是在后边啊，看着层层叠叠的编织非常的紧密，也做了和胸口处一样的布艺的效果，同样呢也是由铆钉直接穿进去固定在这个甲胄上方的，磨损啊做旧的这个痕迹也是相对比较自然，我很喜欢这个造型。额外有2对造型手，这都是裸手啊，我个人觉得还是这个手套更带劲一些，这可以自己去替换。武器部分2把配刀，内部呢也是金属结构，这把的话做旧的效果会更明显一点。这边这个有个皮具做的还是蛮好看的，刀柄处也做了一个仿缠绳的这个工艺啊。这个刀的涂装部分整体还是用了一个相对旧一点的效果，看着真实感还是比较强，比较符合它这一身装备的色调。合弓长度还是非常夸张的啊，仿木质的效果啊，油亮通红的颜色，后面的弓弦呢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紧绷。5支箭矢完全没有弯曲啊，但是后端呢如果用一点真实的羽毛呢，效果就更好了。剑龙造型非常的好看啊，尤其是下端这个涂装部分很亮，质感非常好，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精致。铠甲的展架木质的结构，下端呢有一个磁吸，方便你去展示铠甲脱下来的效果。当然我应该不会去拆这个甲，承担不了拆了的后果。另外还有一个武器的展架，可以把这2把刀架在上面。实木结构的地台，颜色和质感还是不错的，要比之前的地台更好一些，配合它这个有点古色古香的，像个家具似的。简单收拾了一下啊，不能称之为打理。整个产品呢，还是以镰仓大铠作为一个重要的卖点。这个造型其实是符合我的审美的，可能是出于实用角度考虑，不对称的龙首的一个设计，反而带来了一些美感。工艺上这种细密的穿绳的编织效果，如果你是那种强迫症的话，我觉得看到这个会非常的舒服。你看左右手不一样就要崩溃了吗？我就感觉这个挺舒服的，你看它这个编的非常的紧凑紧密，我很喜欢啊，质感上也很好啊。肩上这个应该叫大袖啊，整片看上去就非常的紧致，很舒服一个感觉。金属配饰，从刀上这个五金到铠甲上的点缀，边缘处都做出了磨损的效果。而且像铠甲表面覆盖这层布艺，也是用了真实的金属的钉子穿透过去，所以会自然的呈现出拉扯的张力。从我的视角去看的话，还是非常喜欢和满意的啊。当然我也接触这部分产品相对少一些。然后在头雕部分呢，没有带这个面饰啊还有兜的时候，稍稍有点丧气，感觉很严肃的在讨论自己是怎么战败的。但是沮丧，全副武装之后，眼神上再做一些调整，看着还是杀气满满的。然后在其他的配件上，比如武器还有弓箭，是保持了同系列一贯的水准的啊。像这个弓的部分，想要去玩的话，也能自然的射击出去。这次这个箭头削得更尖，所以基本上，哎呀，弓弦也是一如既往的紧，所以正常发射，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。忽略刚才的失误啊。这个每次拿到手之后。都要去玩一玩的啊。其余部分的配件呢，像这个支架之类的啊，也采用了一个木质的工艺，做了一个红木的感觉，所以搭配上这个大铠之后，还是显得古色古香。当然，古代的这种日雅题材，不得不说一下的就是打理上的问题啊。不过今天呢，时间还是很有限，所以没太去做一些整理，这个后面基本就没眼看。一团混沌。其实像这个应该叫总角啊，这个部分我看有些朋友做完打理之后很柔顺很漂亮，可能技术好的朋友们会把它全都拆开脱掉，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再做重新的一个穿搭的调整。
当然这次开盒之后的打理效果，对于像我这种没什么经验的算是新手来说也已经足够了啊。一些像是关节的部分，比如膝盖这里、手腕这里，出厂之后已经做了比较好的隐藏，就是它已经给你扎好，然后捆起来，不太会露出就是里面素体的那个颜色。这款大凯呢是在春节前采用了一个现货发售的形式，就有人欢喜有人忧吧。可能抢到的朋友们会感叹这个现货的方式是真的爽啊，交钱之后马上就能玩到。但像我这种没抢到的呢，还是会比较遗憾的。当然，现货价格目前也是水涨船高啊，尽量还是不要冲动消费。古代题材或者说这种日甲入手之后，其实相对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门槛的，要去稍微接触一下怎么打理。当然，你像我一样非常喜欢这个大凯的造型，或者喜欢这个配色，喜欢这个玩具整体的质感的话，也可以再去蹲一蹲，观望一下，找一个好的价格。不能说预定啊，就应该说现货发售时候的价格是2880。总而言之呢，我觉得这款大凯虽然是一个传统的这种日甲古代古风的玩具，但是其实在一些设计上，尤其是在配色上，我个人觉得都是很符合现代的审美的。今天呢借来玩一玩，算是一个简单分享，买到的朋友们可以再尝试着打理一下，丰富一下它的造型。我这里呢就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，弄得乱七八糟，不是很好看。看好多朋友们分享那个照片，拍的超级好啊，还有把它和马配到一起去拍外景的那个质感非常好看，有点那个剧照啊什么那个，对那种定妆照什么感觉。然后这一期呢，今天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